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大家好，我是雷文，欢迎收看红白机游戏终极鉴赏系列，今天是第45期。最近又看到有朋友评论留言，问我为什么之前带有狗子头像的那个固定开场片头没有了，这里就统一说明一下。因为我每期节目的时间都很长，不少的人点进来看了一会儿之后，发现时长太长，不想看就直接退了，完播率低就影响流量的推送，所以数据本来就不好。后台里还有一个播放指标叫3秒跳出率，也会影响流量的推送。我之前的那个片头有6秒钟，有些人一进来发现没有讲主题，等不了这几秒就直接退出了，指标就会更差，所以也很无奈。现在的趋势就是这样，能有耐心看长视频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还是进入今天的主题，接着讲88年12月份的游戏。纳金大冒险，这是 Sunsoft 和世界文化社联合推出了一款文字冒险作品，属于猜谜杂志系列的第5部。这个系列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讲过前面的4部内容，3部正传和1部特别篇，也都是发行的磁盘版，是各种解谜的小游戏合集或者猜谜问答。猜谜杂志本身也是有官方刊物的，杂志社内部的一个漫画家叫纳金，本作的人物也是他来设计，这也是标题的由来。游戏是喜剧型的文字冒险，故事讲述了一个欧洲的传教士弗朗西斯·沙忽略来到江户时期的日本进行传教，从而发生的一系列故事。系统界面是画面上方显示图像，右下方显示文字指令，左下方显示信息。文字指令的一列只能显示4个，当有更多的指令选项时，按左右方向键切换到下一页。系统上并没有太多值得说的特色，主角为了传教，他让艺人教授他各种才艺，还用这些才艺与其他的人进行对战。本作可以到达的地点场景非常的多，超过了一般的文字冒险作品。除了推进剧情，因为是解谜杂志，本身也有些谜题的内容。游戏的很多角色都是根据杂志上绘制的人物原型制作的，因此面对的对象是该杂志的粉丝，可以说是小众当中的小众。另外，游戏里使用了很多当时流行文化和双关语，对我们来说很不好理解。总的来讲，这是一款特定时期针对特定人群的游戏，现在来看没有太大的游玩价值，个人评价2颗星。侦探神宫寺三郎危险的2人前篇，这是 Data East 在红白机上发布的第3款神宫寺三郎的侦探文字冒险作品。前2部是1987年4月的新宿中央公园杀人事件和1988年2月的横滨港连续杀人事件，分别在第20和第33期节目里有介绍过。本作因为体量的原因，分成了前后2篇在磁碟机上发售，后篇的发布时间在次年的2月份。此后也发布了包括 NDS 上重制版的多个版本。本作当中，神宫寺三郎和助手御苑洋子依然登场，但少了刑警熊野参照，就好比在柯南里的某一集没有看到木木警官。故事开始于洋子接到了同学冈崎京子的邀请，前往铃鹿观看摩托车比赛。京子的丈夫冈崎胜二是参赛车手，在比赛中意外地发生了事故，受伤的冈崎被送往医院。当神宫寺赶到医院后，发现被送进来的不是冈崎，而是一个叫做田村的男子，冈崎却突然失踪了。回到车队下榻的铃鹿旅馆，又发现京子被谋杀，于是神宫寺展开调查。这作的系统基本上延续了第2部的作品，指令栏除了常规的各种动作指令，也可以打电话。前作当中的威胁指令也有保留，合适的时候使用能推进剧情。经典的抽烟指令也是不能少的，在这一部里，如果是在禁烟区，比如在医院抽烟，就会有护士上来阻止。因为少了刑警熊野参照，当地调查办案时警方的配合度比较差。洋子在本作里的戏份有所增加，而且他和神宫寺的关系也从前2部单纯的助手变得有些微妙，这也为后续系列增加洋子的戏份做了铺垫。另外，如果大家还记得之前的2部系统，第1部是在磁碟机上发行的，人物在不同的地点之间移动时，使用了在 RPG 大地图上探索的形式，而在第2部里取消了这个设计，直接用文字指令来进行移动。但第2部是发行的卡带版，
本作当中地点之间的移动沿用了第二部的指令方式，但回到磁盘版后，移动时读盘加载的时间就变得相当的长，这算是本作最主要的一个缺陷。故事的部分和个人评价的内容这里暂且不讲，等到了后篇咱们再来说。忍者龙剑传，特库摩推出了一款经典的横版动作类作品，这是系列的第一部，在红白机上先后发行了日美欧3个版本，名字有些区别，欧版的游戏名直译叫做影子武士，其他的几个主要版本还有92年的 PCE 版和后来超任上的3部曲合集。另外同名游戏的街机版和红白机的版本发布的时间差不多，但却是另外的一款游戏，制作团队也不相同。初代的故事讲述了年轻的龙之一族的忍者隼龙发现父亲神秘失踪，唯一的线索是父亲留下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与人决斗，若不能回来就是失败了。龙要带上世代传承的龙剑去美国找到考古学家瓦尔特·史密斯，剑是以上古神龙之牙锻造，拥有破血斩魔之力。龙赶到美国却被一个女孩偷袭击晕，醒来之后被托付了一座神秘的雕像并被放走，随后便被卷入了一系列的事件当中。游戏是标准的横版动作，按关卡区分，主角的武器就是用剑，下蹲和跳跃时也可以攻击，同时人物攀住墙壁，借助这样的方式登上常规跳跃无法到达的地方。画面的顶部显示各项信息，包括主角和 BOSS 的剩余血量、剩余的生命数、关卡内的倒计时。隼龙可以使用忍术，相当于副武器，通过击破场景里特定的物品，掉落不同图案的人法道具，包括火焰之舞、手里剑、风车手里剑、回旋斩、炎波之术等等，使用时消耗忍的点数。画面顶部显示当前的忍术类型和可用的忍术值。游戏分成了6个大的章节，每个章节又分成几个小关，章节的末尾有一场 BOSS 战。这里另一大特色是每个章节之间有大量的过场演出来讲述故事情节的发展。游戏的最后，隼龙找到血鬼王的巢穴，打败被操控的父亲，最终击败血鬼王，救出被绑架的艾琳。本作一经推出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光是在日本，在欧美市场也相当的受欢迎。除了作品本身有着精良的制作，章节之间大篇幅电影化的故事叙述相当亮眼。当时的传统动作游戏插入大量的剧情，之前也有游戏这么干过，像是飞龙之拳系列，但忍龙本身的剧本素质很高，后来3部曲的连贯故事又将初代拔高了一个档次。不过相比后面的2部作品，特别是对比3代，初代的水准还是差了一些，游戏难度设定过高是普遍被诟病的，有些地方的难度设计显得过于刻意。再就是众所周知的频繁刷怪的问题，这个很影响游戏体验，而且它使得游戏在某些场景的呈现脱离了原本的设计意图。试想一下，在2个很窄的平台之间跳跃，本来应该只有1只跟踪的鸟，但因为这个问题，在同样的位置前后出现了2只，这就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还有受伤后的击退和无敌时间等问题，个人评价4颗星。神功馆89电脑9星占卜，这个神功馆也是游戏的发行方，当年他们就是以发行了众多占卜的书籍而闻名的。所谓9星占卜中的9星，就是人在出生的瞬间决定其命运的9颗行星。关于占卜的红白机游戏之前已经介绍过一款，本作推出时相当的高调，售价来到了9800日元，与光荣的三国志和信长野望共享最高档位的价格。首先游戏的一大特色是使用了大量的汉字，虽然游戏本身没有什么内容，但却用了2兆的卡带，仅仅是为了存储文字，从这点来看还是很少见的。要算命的话，一开始当然是输入出生的年月日和性别，接着电脑会给出一个对应的命运之星，然后有5大类的算命类型，包括一生的运势、1年、1个月或者1天的运势，最后还有一个男女相性。在一生的运势里，可以了解自己命运之星的含义、性格、健康、适合的职业、财运、感情运势等等9个项目。点进去后都是各种文字的解读，基本上也都比较简短。因为是88年底发布的游戏，在年月日的运势类别里，只针对1989年的时间测算运势。1年的运势里又有总体、爱情、
健康、财运、事业这4个类别，也都是一些文字描述。月和日里的算命就更加的简短了，就是一小段话或者是一句话。最后的男女相性一类，如果设定了男男或者女女的同性，会出现不得了的画面。和43期介绍的中国占星术一样，这部作品都不能算是一个游戏，而且因为时间的局限性，放在现在就更加没有游玩的价值了。个人评价1颗星。战斗之路由思考兔子开发，东映动画发行了一款格斗类作品。思考兔子在红白机上开发的游戏不算多，而且质量很不稳定，但大部分都是有些特点的作品。有一个简要的故事设定，主角是一个武术家，他前往巴西的亚马逊找寻自己失踪的双胞胎兄弟。本作里有些设定在后来的格斗游戏当中是经常用到的，要面对7个不同的对手，每个对手赢得2局获得胜利，对手赢1局游戏就会结束。基本的操作是 B 键出拳， A 键踢腿，方向键上跳跃，不同的按键组合能使出多样的招式，如上下方向键结合踢腿是横扫或者旋转踢，方向键前上是向前跳，同时出腿会使出飞踢，后上是后空翻，先按方向键下，再斜向跳起能用出高空翻，跳得更高。被攻击的瞬间同时按 A、B 键可以弹起，立刻再攻击能使出弹跳踢，还有抓住敌人的投技等等。被攻击时，画面顶部的第2行的蓝色量表会上升，当蓝色量表闪烁时能使用特殊的火球技，但操作很复杂，要在高后空翻落地的瞬间按攻击键释放。当击败一个对手后，有一个简短的剧情对话，然后可以升级人物的招式，招式的威力以五角星的个数表示，选定一个招式增加一个五角星即为提升1级。前面3个对手有中国功夫、跆拳道和泰拳，会重复对战2次。最后一关面对自己的双胞胎兄弟以及变成怪物的形态。这部作品放在88年底来说，音画水平显然不行，特别是 BGM 很差劲。格斗招式的设计思路本来应该是特点，但稍微复杂一点的招式需要相当精确的操控才能触发，实际在战斗中很不好操作。除此之外，游戏并没有第一眼看上去的那么差，流程比较短，个人评价2星半。希鲁巴船长，希鲁巴是一个不太准的音译，原名的英文是 Silver， 中文的意思是银，音译的话用希尔弗会好一些。这也是一个街机的移植版，街机原版1987年由 Data East 发行，红白机的版本由德间书店发布，此外还有世嘉 MS 的版本。游戏故事大致改编自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小说《金银岛》。一位名叫吉姆·霍金斯的年轻水手在热带岛屿上找寻海盗船长约翰·希尔弗的宝藏。横版过关的动作形式，主角吉姆用他的佩剑攻击，攻击的姿势是西方传统的突刺，蹲下也可以攻击，跳起向上出剑是一个斜向上方的动作，用起来很别扭。画面底部有一个倒计时，是关卡的时间限制， L 字母后面是一条血量，实际承受不了几下伤害。在街机的原版里，人物是祭死的设定。我试玩的时候感觉受伤没有无敌的时间，如果被敌人粘上身，血条一下就会耗光。除了第2关，其他的关卡里都有商店，用获得的分数在这里购买物品，主要是有几种攻击时附加类似射击的效果，还有回血和奖命的道具。后续如果有了多种附加效果的道具，可以在菜单中进行切换。游戏有个特点，就是主角和敌人的尺寸都做得比较大，在关卡末尾的 BOSS 战时 BOSS 做的也都比较大。在每关到了 BOSS 战，背景都是全黑的，这里应该是用的把 BOSS 的贴图按背景制作的方式，实际的背景就用纯黑来显示。过关后有一个大的宝箱，2选1的奖励，可能是额外的奖励财宝，或者什么都没有。红白机版总共有6个关卡，基本遵循了从街道到港口，登上海盗船，来到金银岛的顺序，最后击败骷髅海盗船长，获得宝藏。这部作品能看出移植做得很不用心，人物和敌方的角色僵硬迟钝，敷衍的动作设计， BOSS 也是一个个傻愣愣的，加上前面说的一些问题，我估计应该是为了年底商战临时安排的项目。近战结合不同的附加远程攻击效果，算是唯一的亮点。个
个人评价2颗星。宇宙巡航机2，科乐美宇宙巡航机系列的正统续作终于登陆到了红白机平台。这一部的街机原版于1988年3月份推出，登陆到红白机后只发行了日版，没有其他的版本。NES 美版的2代实际上是之前发售的沙罗曼蛇，以 Life Force 命名，这个在之前也有介绍过。此外，家用机的平台后来还有 PCE、土星和 PS 的版本。故事设定很简略，2年前击退了细菌军团之后，他们再次来袭，主角驾驶改装后的大毒蛇进行迎击。作为正牌的续作，在初代的基础上，本作在各个方面都大幅度进化。开始游戏前有4种不同的飞机类型可选，每种对应升级的武器形式都不一样。概括来说，第一种是经典型，和初代差不多。第二种的特点是向正前方有强力的输出，但攻击范围比较小。第三种有一定的攻击范围，但是输出相对较弱。第四种攻击范围最广，但输出最弱。武器升级的基本系统延续了前作，获得能量胶囊，画面下方对应的槽位就会被点亮，每获得一个能量胶囊，亮点前进1格，按下按键升级相应的技能。这一代升级时还增加了合成语音，另外吸收了沙罗曼蛇系列中的一些元素，包括第3和第4种型号的战机升级时，第4格是波纹激光，主武器可以进行2段升级，第2段升级是提高射击的速度，护盾也采用了全方位防护的形式。本作可升级的分身数量终于来到了4个，通过闪烁来增加同屏的数量，这就和街机版的数量一样。当拥有了4个分身之后，如果再次升级 Option 选项，4个分身会围绕着飞机旋转几十秒钟的时间。FC 版的关卡数是7关， BOSS 的数量有10几个，像第2关有2个 BOSS， 大眼和骷髅头。第5关首次加入了 BOSS Rush， 有5个之前作品里的经典 BOSS， 关卡的经典场景也都有。第3关的逆火山和水晶，第4关的魔爱石像，第6关的要塞和最后1关的细胞，最终 BOSS 是高福。科乐美把这部作品放在年末商战发布，显然是对游戏的素质有绝对的信心。经过前面初代和沙罗曼蛇的发展，本作在各个方面都很成熟了，各项优势元素相互融合，也完全吃透了 FC 的机能。家用机版本的难度比较合适，我个人认为本作算是该系列的巅峰。游戏评价5颗星。主曲公主传说，这是一部移植作品，移植版由剑舞胜利发布，原版是1984年发布在电脑端的游戏《新主曲物语》，文字冒险的类型，本身寻找辉夜姬属于日本的民间传说故事。电脑端的游戏名前面加了一个新字，是因为融入了很多其他的内容，而且是大量的恶搞元素。游戏的一开始会得到一支蜡烛和一根皮鞭作为道具，此时你可以想象后面发生的内容，但肯定不会像你想的那样。界面的布局上，最右侧的一个竖条内显示当前拥有的道具，都以图标显示。画面左上是场景图片，右上是各种动作指令的选项，下方是信息栏。这和大部分的文字冒险形式差不多，但在指令栏里有一个扔掉的选项，稍微特殊一些。另外还有一个感叹号，点进去后出现3个子选项，分别是亲吻、脱光衣服和战斗。按顺序下来正好完整，你猜它有什么用？实际上亲吻绝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一个陷阱选项，脱光衣服在某些特定的战斗时会起到奇效。战斗指令不用多说，就是普通的攻击。系统上还有其他的特点，场景图片的下方有一个生命血条，如果触发各种陷阱或者被攻击，生命值降为0，游戏就会结束。画面顶部还有一个分数系统，根据游戏中不同的行为和表现积累得分，积累的总分会影响到后面的内容以及故事的结局，高分和低分的区别是非常大的。此外，有些时候游戏的形式没有严格的按照文字冒险的方式，有时在画面中直接用方向键控制人物砍竹子，或者在横版的场景里像动作游戏一样移动，还有拼图小游戏。接近最后的部分会在类似地牢迷宫的水域开船探索。
因为过于恶搞，情节并不连贯，作为文字冒险核心要素之一的故事内容肯定是比较差的。游戏的难度也比较大，推进的过程中有各种陷阱能轻易的害死主角，包括前面说的亲吻。一些让人浮想联翩的不仅有蜡烛和鞭子，还有其他的内容。不过这仍然是针对全年龄的游戏，所以小朋友可能无法完全领会。这样的设计在当年让游戏评价很差，但并不代表它是一无是处的。分数系统结合文字冒险就是一个很不错的设计，个人评价2星半。究极棒球88，泰东旗下棒球游戏系列的第2部作品。首部作品究极棒球是在88年6月份发布的，时隔半年发布的这个版本，内容和第1部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更新了球队和球员的数据，因此在卡带的右下方标明了88年新数据版。另外，根据当时实际的选手，新增了25个角色。泰东在红白机上的棒球系列素质是比较高的，这里新出的一个版本应该也是想就着年末赚上一笔。系统和内容这里就不重复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看第37期里的介绍。个人评价3颗星。铁人竞技也翻译为铁人3项，由 K Amusement 开发和发行的一款体育类作品。铁人3项的比赛项目是游泳、自行车和长跑。开始游戏后，在不同的国家的6个选手当中选择一个，他们的属性值都不一样。3个项目都有单独的速度、冲刺和耐力值。每场竞赛都是按照游泳、自行车和长跑的顺序进行。在游泳的项目里，纵向的俯视角连按 B 键加速， A 键呼吸换气，可以恢复一些耐力，方向键控制转向。当在海水中遇到了漩涡或者水母时，会降低速度或者耐力，耐力用完，游戏就会结束。拿到5角星的道具能恢复耐力。赛道是环形的，一开始从下往上游，后面还要改变方向。第2项自行车还是纵向的俯视角， B 键加速， A 键刹车，速度太快的话转向会变得很困难。赛道上还经常出现岔路要进行选择，有的距离更远，有的地形会导致减速，同样要注意耐力的消耗。第3项长跑，横向的测试图同样是 B 键加速，场地上时不时出现障碍，按 A 键跳跃，跨过障碍物。有时会出现滑板，乘上滑板能以3倍速度前进，如果被障碍物阻拦，会减速并消耗耐力。完成3个项目后，成绩达标就能进入下一个关卡的比赛，还能获得奖励点数用来升级自己的属性值。后面的比赛项目长度距离会发生变化。游戏开始界面还有一个特殊模式，这个模式下玩法略有不同，不再显示耐力和速度，难度也会更大。游泳时需要逃离鲨鱼的追击，沿途还有各种障碍，到达游艇即为完成游泳项目。自行车直接骑到了太空当中，除了躲避障碍物，还有 UFO 和陨石会来攻击。跑步项目变成夜晚的城市，路面上的障碍更加的错综复杂。这个游戏如果没有连发手柄，玩起来会很累，而且也支撑不了多长时间。本身的游戏内容比较单调，游戏性也不太好，个人评价2颗星。单车王这款游戏的原名很长，直译的话是自行车比赛 Roadman 击走日本一周4000公里。发行方是东京书籍。Roadman 是普利司通在日本售卖的自行车品牌系列。正如标题描述的，目标是参加环游日本的公路自行车赛。进入游戏后有4个国家队，美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每个国家里又有5个队员，都有自己的名字和不同的4项属性值：速度、精神、耐力和技术。选一个队员开始比赛。环游日本分成18个赛段，每个赛段的长度和地形不同。开始前还会显示本赛段海拔和坡度的变化。比赛时按 A 键踩踏板加速， B 键刹车，方向键控制转向。每次踩踏板加速都会消耗一些力量，游戏里并不需要不停地按加速键，这样做耐力也会不够。到达最大速度后可以滑行一段时间，依据不同的地形，如上下坡或者风向决定滑行时间的长短。
画面底部会显示风向以及剩余的耐力、车辆的损耗和实时的行程。右下方还有速度、用时和排名。比赛中有20名选手，穿相同颜色衣服的是自己的队友，和背后有不同字母的队友接触能获得补给。P 可以恢复体力， R 修复车辆的损耗， S 让最大速度翻倍。如果是和对方车手接触碰撞，能将他们挤出赛道，甚至是翻车。完成一个赛道后显示排名和成绩，根据成绩获得相应的积分，使用积分能购买性能更好的自行车，但至少需要100点的积分。18个赛段的地形特点和地貌都参照了真实的地点来制作。这部作品的操作比较简单，玩法也相对单一，但它利用八位机有限的机能，尽量的去模拟公路自行车赛的各个方面，包括车辆的操控和损耗、坡道、天气等等。有些地方还是显得比较粗糙，比如上坡的时候只有自己很弱，电脑控制的对手都像是吃了大力丸。游戏整体的素质还算过得去，而且红白机上基本上也找不到其他类似的作品。个人评价3颗星。最终幻想2，史克威尔经典 RPG 系列的第2作，距离上一作的发售时间间隔正好是1年。本作的开发成员延续了之前的班底，同时扩充了团队。在94年红白机的末期，还推出了1、2代的官方合集版，后续也有多个重制和复刻的版本。但在红白机上，2代的原版从未在日本以外的地区发行。故事背景和初代没有关联，舞台是一个遥远的世界。帕拉梅西亚帝国的皇帝从地狱深处召唤怪物，向全世界发动了战争。飞鹰王国联合卡修恩、迪斯特王国一起反抗，但在压倒性的力量面前屡战屡败，最终沦陷。菲利奥尼尔、玛利亚、盖伊、莱恩哈特4个年轻人也被夺走了家园。故事开始于4人被帝国的黑骑士攻击下逃生，前3人被飞鹰的公主希尔达救下，他们加入反叛军，并前往寻找莱恩哈特。虽然几个角色都有默认的名字，但可以修改。后来的有些版本默认名和最初的原版又不相同。基础的 RPG 形式，战斗时的基本框架和前作差不太多。回合制的战斗，画面以侧向显示，左边是敌人，右边我方角色，下方显示各项信息。攻击时能看到人物的动作。2代最大的特点就是角色的成长系统，取消了常用的角色等级和职业的概念，角色的能力根据战斗中的行动和受到的伤害逐渐成长。虽然每个角色的初始属性略有差异，但如果在战斗中多次选择了战斗指令，就会成长为战士的类型，而如果多次使用了魔法，就会成长为巫师的类型。所有类型的武器和魔法都可以自由装备给每个角色，通过反复使用一个类型的武器装备或者魔法，该类型的熟练度提高，效果也会增加，熟练度最高到达16级。防具的重量在本作当中变得更为重要，重铠防御力高，但降低回避率，难以避免状态的异常，还可能延迟行动顺序，阻碍速度的成长。盾牌和武器没有重量，魔法通过商店、敌人或者宝箱获取，随着魔法熟练度的提高，效果增加， MP 的消耗也会随之增加。另外，本作还有一个词语记忆系统，和 NPC 对话时能询问与记忆特定的重要词语，然后通过询问其他的 NPC 来获得更多的信息，或者是推进剧情。交通工具除了之前的独木舟、船和飞空艇，还增加了雪上船和系列的标志性吉祥物陆行鸟。整个的流程主要围绕着反叛军和帝国的斗争，除了3个主角，中途也会有其他的几个人物作为同伴临时加入。故事的最后击败了帝国的皇帝，但莱恩哈特却成为了黑骑士，并要继任皇位。借助恶魔力量复活的皇帝再次出现，莱恩哈特也回归了队伍，并最终战胜了对手。这一作在故事的讲述上依然优秀，画质的精细程度较之前又有提升，世界观和系统的重大变革展示出史克威尔想要更进一步的野心。特别是熟练度系统在当时家用机的 RPG 游戏当中独一无二，但可能也是由于这套系统战斗的平衡性很难把握，还出现利用自相攻击和反复施法刷熟练度的玩法，因此后续的作品当中没有再直接采用。不过经过改良后的角色能力自由定制的概念被保留了下来。对于 FC 原版 Famicom 的评分是35分，个人评价4星半。
顶级赛车，由人类娱乐开发 Vario 发行的一款摩托赛车作品。看到是人类娱乐开发的内容，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比较特别的游戏。这款的特别之处在于附加了一个专用的充气摩托控制器。之前介绍过一款拳击游戏，也用到过这类充气设备，将它充满气后骑在上面，用车把手来进行操控。不过玩家的体重不能超过60公斤。除了这个专用控制器，并没有太新鲜的地方。开始前有2种模式，自由模式和大奖赛模式。在自由模式里只有4条赛道，也不记录名次，主要用于熟悉操作和练习。在第2个大奖赛中，共有9条赛道，分成2个阶段。前面的部分每个赛道2圈，后面有几个赛道要跑3圈。如果不使用专门的控制器，也能用手柄操作，但在此之前必须要用2P 手柄输入一串特殊的按键指令，才能切换到手柄控制。这时 A 键加速， B 键刹车，方向键上和下换挡，只有2个档位，左右控制转向。根据每场比赛的排名获得积分，积分达标了晋级下一场比赛。这个游戏没有什么难度，如果是用手柄，稍微练习一下就能通关，即便是经常失误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按前面对充气设备的介绍，应该主要针对的是儿童群体，现在再来玩会感觉比较无聊。个人评价2颗星。家庭教练系列9风云5城。万代的这个体感系列已经来到了第9部，这个系列游玩时要使用专门的地链控制器。距离上一部的发布时间过去了1年，由于前作收获了不错的人气，本作的主题和前一部作品完全相同，因此相当于风云5城的第2部。风云5城是当时在日本热播的一档综艺节目，1986年到1990年间在 TBS 播出。大致内容是多名参赛者参加各种障碍挑战项目，最后进入5城和北野武进行最终的对决。基本玩法和规则沿用了前作，这里就不重复介绍，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回看第31期的内容。本作当中有8个小游戏，也都是来自电视节目里的游戏内容。饿了就不能打架，直线奔跑以获得动力，跳到挂着的甜甜圈位置，跳起将它吃掉，必须在不超过白线的位置起跳。相扑比赛，先用手柄在轮盘上选择对手，他们有明显的强弱区别，之后在比赛当中将对手推开就算获胜。动物砰砰，穿过一条像平衡木一样的狭窄道路，侧着身体移动，同时要躲避上方扔下来的球。滚筒游戏，在不同的高度和旋转的滚筒之间跳跃前进。最长的码数，模拟美式足球跑出50码达阵，中间有一些上下移动的对手作为障碍物。拔河比赛，和相扑一样，在轮盘上随机选择强弱不同的对手，然后进行拔河。新海滩男女，乘着一个移动的滑板不断前进，中间各种障碍要跳跃躲避，如果赶不上滑板的速度，就等待下一个。食人洞穴，有5个张着大嘴的洞口，选择一个跳进去，其中有3个是安全的，这里完全是要看运气。和前作一样，如果是闯关模式，完成前面所有的项目后，来到卡丁车大战，先解决掉杂兵，最后和北野武进行最终的决战。生命值的多少取决于之前游戏积累的分数。此外，本作取消了之前的团体赛模式，只有个人练习和闯关模式。这一部作品在系统上虽然延续了前作，但整体的素质比之前要差，主要是小游戏的玩法简化了太多，操控方式变得单调，也没有之前的难度级别，体量反而变小了。制作上有些地方比较粗糙，可能是为了时间节点进行赶工。个人评价2星半。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下期接着介绍88年12月最后一批游戏。感谢您的收看，如果喜欢这个系列，还请多多支持，咱们下期再见。